大家好啊，今天讲到2031年人类会完成的宇宙探索任务。那其实从20世纪开始，我们对太空的开发就从来都没有停止过，尤其是在1960年之后的10年里，对太空的认知更是达到了全新的高度。像是1961年，尤里加加林他成为了第一个进入太空飞行的人。在8年之后，也就是1969年，尼尔·阿姆斯特朗他在月球上留下了人类伟大的一小步。但是从1972年开始，整个人类就再也没有登上过月球。因为在美苏冷战这个特殊阶段，所有人都知道登月赚不到什么利益，但是为了挑战宇宙，那其实就是展示自己的科技跟军事力量，还是砸下了大把的钱。那到现在50多年过去了，技术的走向也出现了很大的变化，再加上有很多私人航天公司的崛起，那这些对人类日后开发宇宙将会起到非常关键的作用。那尤其是在2024年的1月，日本的宇宙开发机构向月球发射了一个叫 SLIM 的探测器，它成功的实现了软着陆，并且它的降落点不是提前设定好的那种，而是通过图像识别和自主导航，自己找到了适合着陆的位置。那这个技术在全球还是第一次尝试。那虽然在降落之前，发动机出现了点小故障，让飞行器的大头朝下栽到了地上，但最后还是成功的完成了任务。那虽然现在我们听着感觉这个技术很一般但只要对比一下，你就知道它有多牛了。比如当年的阿波罗11号，它在登月着陆的时候误差范围基本都在20乘5公里左右，而现在的探测器误差半径都可以控制在100米甚至几十米之内。那这种精准的着陆技术其实跟以后人类在月球生活是有非常大关系的因为对我们来说，想生存就离不开氧气和水。那之前的视频也说过，在月球表面它确实存在一定数量的水冰，也就代表可以利用它们分解出氧气，甚至是火箭的燃料。所以未来想要建造基地，就必须要找到一个靠水源近的地方。但问题是月球跟地球它的环境不一样，水不是大范围存在的。也就是说要是没有精准的着陆技术那每次投放物资的时候都需要再跑100公里去寻找，那就太浪费时间跟资源了。而且跟1960年相比的话，从2020年开始，人类对宇宙开发已经出现了2个明显的不同点。那首先，它不再是美苏两国的专属赛道了，包括有很多国家和民间企业也都加入了太空探索的行列。那其次目标也不再只是单纯的为了登月，更多的是把它当成一个跳板，继续去探索宇宙。那据说美国的航天局 NASA 它启动的阿尔特弥斯计划，就是想在月球上建造一个基地，让人类可以长期的驻留，同时给未来载人上火星的任务去做准备。那预计是在2026年的4月会发射第2阶段，也就是阿尔特弥斯2号。那这一次它会搭载4名宇航员绕着月亮飞一圈之后再返回地球。但这一次它是不会登月的那只是为了测试最新的航天器猎户座还有太空火箭发射系统的性能。那同时这一次还会用激光通信实现飞船和地面之间高速大容量的数据传输。那这一切全部都是为了2027年中旬的阿尔特弥斯3号发射做准备。那据说这一次的宇航员里会有2个人坐着 SpaceX 开发的新舰。那它跟传统的月球登陆器就不太一样因为它是可以重复使用的嘛。而最重要的是，他们会在月球上探索1周，而计划的着陆点就是在含有水冰最多的月球南极附近。那其实除了美国我们也准备在2026年发射嫦娥7号，着陆的地点也是在月球的南极附近，去调查水冰的数量。那虽然嫦娥7号是无人探测器但等到2023年左右我们也会实现载人登月，建立属于自己的月球基地。那现在来看，阿波罗登月计划是在美苏冷战和太空竞赛的前提下才出现的，而今天对太空的开发也可能是新一轮的太空竞赛所推动的。那这里说的不光是对月球的探测，像是日本的 MX 探测器可能会在2026年飞往火星的2颗卫星福伯斯和戴摩斯进行探测。那原本它的计划是采集福伯斯的土层样本带回地球，因为这2个卫星特别的小只有20公里左右，所以它们内部的结构就显得非常神秘。而科学家呢，也希望通过这一次的探测去了解太阳系形成的秘密。那包括人类对太阳系之外的探测，其实也一直都没有停止过。像是2026年欧洲航天局计划发射的普拉托望远镜，
他的目标呢，就是为了寻找类似地球这种适合生命存在的行星。他会用凌日法去检测，也就是说当行星经过恒星前方的时候，恒星的光线会微微的变暗，而通过测量光变的周期，包括幅度跟距离，就能推算出行星它是否存在，它的大小又是多少。那这是因为类似地球这种行星那基本它都又远又小，非常的不好找，而且大多数都在恒星的舒适带内，也就是温度适合存在液态水的区域。那虽然它探测起来非常困难但幸好普拉托它可以同时监测100万颗恒星，所以可能未来我们还是有希望能找到这种类地行星的。那到了2027年的5月，NASA 会计划发射罗曼太空望远镜，它呢要比哈勃望远镜视野宽阔几十倍左右，可以更好的去寻找太阳系之外的行星，包括研究宇宙最大的谜团暗能量。而罗曼太空望远镜会通过观测大量的银河系去解开宇宙早期演化的秘密，并且进一步的探索暗能量的本质。那到了2028年，除了探测月球之外，我们会对太阳系的其他行星和卫星也会加速的探索。9月份 NASA 计划发射的阿尔特弥斯号会再一次实现载人登月，并且建造一个可以环绕月球的空间站，为人类长期的停靠做准备。那到了7月份 NASA 发射的蜻蜓号探测器会前往土星的卫星泰坦，因为这里有非常丰富的氮气大气和甲烷海洋，甚至地下还有可能出现液态水，被认为是最有可能存在生命的星球之一。那所以也根据推测，人类也许会在2030年发现地外生命，而我们的天问号探测器呢，也会在2029年探索木星和它的卫星，也包括天王星。而欧洲航天局呢，在2023年4月发射的朱庇特冰月探测器，预计会在2031年抵达木星附近，尤其是会去探测一下欧若巴它冰层下面的液态水海洋，因为在这个水里边它可能也会存在生命。那等到有一天我们真的找到了地外生命，也许就可以解释生命的起源了。那最后我们从猿猴演化到智人，再到探索地球、开发宇宙，那这一切都是科技的力量，也是无数人努力的结果。不要觉得这一切跟你没有关系，就不要在意，觉得短短几十年吃饱穿暖就好了。因为保持好奇，才能让我们不断的去超越自身。